你是否曾停下来，面对那种默默主宰你日子的令人窒息的不和谐？你消费着无尽的关于自我掌握的视频，双击马可·奥勒留关于像岩石一样不可动摇的深刻名言。但就在现实考验你的那一刻，当无线网络断开，客户取消合同或挚爱的人提出尖锐的批评时，这种脆弱的宁静碎裂成1000片反应性的愤怒和绝望，感觉就像自己生活中的配角穿着斯多葛是平静的戏服，而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混乱风暴就在表面之下猛烈咆哮。这很累人，不是吗？你问自己，为什么哲学在手机屏幕上看起来如此强大，但在周一早上的实践中却如此无力，感觉自己像个冒名顶替者，收集智慧却无法体现它。你在精神上是饥饿的，吞噬着菜单而不是饭菜，带着沉重的心意识到，记住道路与在烈日下行走是不一样的。我需要你明白，这种内部崩溃并不是你缺乏内在价值的反应，而是一个旨在让你保持软弱和依赖的系统的计算结果。你一直是动机市场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将古代哲学的鲜血、汗水和泪水包装成一种廉价且可口的快餐产品的机器。我们将称之为麦当劳式斯多葛主义。他们向你兜售了一个危险的谎言，即斯多葛主义是一种神奇的麻醉剂，一个简单的把戏来麻痹你的痛苦，并把你变成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但这根本是对源头的背叛。你一直试图在沙子的地基上建造一座堡垒，使用这些深刻的教导仅仅作为装饰你自我的审美配件，而不是作为解剖它的手术器械。该行业从你反复的失败中获利，出售进步的感觉，而不要求进行真正的性格重建所必须的可怕工作。今天标志着你作为哲学游客的时间的绝对结束，以及你作为真正的思想战士的训练的开始。我们将系统的拆除因斯塔格拉姆式斯多葛主义的5个最危险的神话，并用古代大师们真正实践的原始、有力且往往令人不舒服的现实取而代之。这不是关于如何感觉更好的讲座，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变得更好的战术简报，将你从风中脆弱的叶子转变为一个反脆弱的结构，随着它受到的每一次打击而变得更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灵魂外科手术，切除流行心理学的死种，以揭示下面的美德肌肉。在我们做第一个切口之前，我需要知道谁真的和我在这个手术室里。如果你准备好放弃简单的谎言并拥抱艰难的真理，现在就订阅频道，并在下面评论我接受挑战。这不仅仅是一句话，这是你在与未来的自己的合同上的签名。真正的斯多葛主义，那个在帝国的衰落和时间的残酷考验中幸存下来的斯多葛主义，并不是被设计成一种舒适的情感麻醉剂，正如现代世界拼命试图向你兜售的那样。它在最纯粹和最可怕的本质上，是对灵魂的一种侵入性手术，一种高精度的心理技术。设计不是为了消除你的感觉，而是为了治理你在面对感觉时的行为。我们需要在这里和现在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构建，停止将这种哲学视为冷酷或计算出的冷漠的被动盾牌，并开始将其视为一个感知积极治理的系统。这不在于不感觉到切割的痛苦，而在于拥有像铁一样的纪律，在给自己动手术时手握手术刀，保持稳定，将情感噪音与生命信号分开，通过不可动摇的意志将外部混乱转化为内部秩序。大多数现代学生的致命缺陷在于智力理解与生理体现之间的危险混淆，这是一个真正的转变，默默死去的深渊。你把斯多葛主义当作要消费的内容，一颗应该立即生效的智慧速效药丸，但现实是，哲学是一种需要汗水、重复和力竭的运动实践。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读更多的书或背诵更多优雅的格言，解决方案是以奥林匹克运动员训练身体那样的残酷强度来训练你的思想。知识仅仅是地图，但智慧是你走过现实生活的敌对领土时靴子上的泥浆。如果你不愿意感受日常实践的不适，你所有的学习不过是一个虚荣的智力爱好，一种让你恰好停留在原地的复杂的拖延形式。艾比克泰德，这位并非出生在金摇篮里，
而是在奴隶制的沉重枷锁下的大师，比任何当代的舞台大师都更本能地理解这一区别。他用他尖锐的坦率警告我们，羊不会吐出草来向牧羊人展示他们吃了多少，他们在内部消化食物，并产生羊毛和牛奶作为这种无声营养的可见结果。同样，你从今天开始的任务不是吐出漂亮的引语来打动你的追随者或朋友，而是消化这些坚硬的原则，直到它们成为你基建和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多葛主义的权威不来自其言辞的美丽，而来自那些实践它的人不可否认的韧性。它是一种脏手的哲学，在现实逆境的熔炉中锻造，而我们现在正向这片战场进军，用那些对你隐瞒的真理武装起来。现在让我们下到你思想的地下室，那里的旧信念像墙上的霉菌一样根深蒂固，并开始控制拆除的过程。我接下来要展示的不是改善你一天的提示，而是5个根本性的航向修正，他们将玩弄斯多葛主义的男孩与体现该哲学的男人区分开来。准备好，因为这些点中的每一个都是为了直接攻击你一直对自己说的那些舒适的谎言，以证明你缺乏真正的进步。我们需要根除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害的扭曲是幼稚的信念，即斯多葛主义要求完全消灭你的情感。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帖子美化冷酷大理石雕像带着空洞眼神的图像，并错误地假设最终目标是变成一块无感觉的石头，无法哭泣、大笑或恐惧。你拼命试图压抑你的感觉，吞下愤怒、窒息、悲伤，并忽视焦虑。相信这种暴力的压抑行为是美德的同义词，但让我告诉你残酷的真相，这不是斯多葛主义，这是你正在对自己和你所爱的人武装的情感定时炸弹，而时钟正在滴答作响。源于这种误解的内部冲突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在你自己的胸膛里制造了一场内战。每当你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你就把自己评判为软弱或有缺陷，在一种自然的人类反应之上添加一层有毒的内疚，创造一个耗尽你生命能量的负面反馈循环。你花费巨大的精神力量，试图将地下室的门紧紧关上，以对抗你自己的感受，但压力不可避免地获胜，导致脾气爆发或抑郁崩溃，在几分钟内摧毁你花了几个月建立的东西。人类的思想并未被设计成一个无菌的真空，它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试图在上面铺路，只会保证根系在未来更猛烈地冲破混凝土。想象你是海洋中一场猛烈风暴中的一艘船的船长，机器人，斯多葛主义者的虚假版本，会试图假装风暴不存在，把自己锁在船舱里，忽视海浪，这将导致船只必然沉没。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主权者留在甲板上，被雨水淋透，感到脊椎上的冰冷恐惧和甲板的眩晕摇晃，但他的手1秒钟也没有离开舵。他不否认风暴的存在，他否认风暴决定船只方向的权利。他感觉到一切恐惧、寒冷、不确定性，但尽管如此，他仍精准地行动。古人的不动心并非激情感的缺失，而是不被这些激情所奴役，是不像激流中的一块木头那样被他们拖走的自由。塞内卡，一个知道愤怒的破坏力的人，并没有教导我们不感到愤怒，而是不要成为他的傀儡，推迟我们的反应，直到理性能重新夺回驾驶座。真正的力量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实时处理情感的能力，承认它的生物学存在，但拒绝签署他建议的指挥命令。因此，从今天开始，停止试图为了寻求一种人工的和平而切除你的灵魂。当痛苦来临时，感受它；当快乐来临时，活出它，但始终保持一部分自己，即指挥官或指导能力，从高处观察，未受触动且拥有主权。你不是你的情感，你是他们发生的空间，以及决定如何处理他们的意识。承担你作为自己思想主权者的位置，深刻的感受，但理性的决定。市场向你兜售的第2个谎言是，斯多葛主义是积累财富、财务成功和工作中极度生产力的秘密黑客技巧。你看到硅谷的影响者在兜售高绩效课程时引用马可·奥勒留，制造了一种错觉，
即这位罗马皇帝写他的沉思录是为了优化他的投资或扩展他的初创公司，这将一种关于放弃和公民义务的哲学转变为一种自我膨胀的自恋工具，其中美德只有在带来利润时才被追求，而智慧则通过银行余额来衡量。这种功利主义观点制造了深刻的冲突，因为它颠覆了支撑心理平静的价值等级。当你将你的斯多葛实践与外部成功挂钩时，你变得脆弱。如果市场下跌，如果你被解雇，或如果你的生意失败，你的哲学也会随之崩溃，因为它是建立在你无法控制的结果之上的。你开始将人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将每一次互动视为一次交易，这使你与人类社区隔离，并产生一种伪装成专注于目标的深刻而愤世嫉俗的孤独。以此思考蜜蜂和蚂蚁的隐喻，以理解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关键区分。市场斯多葛主义者像一只孤独的蚂蚁一样行动，强迫性地为自己的洞穴积累资源，将世界的其余部分视为竞争对手或障碍。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明白，正如马可·奥勒留详尽重复的那样，对蜂巢无益的，对蜜蜂也不可能有益。他理解它的主要功能不是私人积累，而是在更大的社会有机体中出色地履行它的角色，以正直服务于共同利益。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追求贫困或拒绝金钱。斯多葛主义不是犬儒主义，也不是修道院式的禁欲主义。财富是一个首选的无关紧要之物，拥有它是好的，它可以是美德的有用工具，但它永远不是最终目标。它的缺失不会减少你作为人的价值。你应该能够以同样的平静住在宫殿里或流亡中，而不让奢侈腐蚀你或匮乏击垮你。塞内卡是罗马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他不断地写关于准备好在弹指之间失去一切，实践自愿贫困的日子，以此为他的思想接种疫苗，以对抗对失去的恐惧。他知道金钱是一个极好的仆人，但却是一个可怕的主人。真正的财富是不需要外部掌声来感到被认可的灵魂的自给自足。如果你的斯多葛主义仅用于让你成为一个更高效的员工或一个更富有的企业家，你不是一个哲学家，你只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从这一刻起，重新定义成功，不是作为你积累的东西，而是作为你在生活过程中成为谁，以及你如何服务他人。你的野心应该是性格的卓越，而不是投资组合的卓越。如果财富作为那种卓越的副产品而来，那很好，但如果不来，你仍然拥有良心、安宁这一不可剥夺的宝藏。做一个世界公民，他的责任是对理性和人类的，而不仅仅是对自己膨胀的自我。我们来到了第三个扭曲，斯多葛主义被简化为赢得这一天的早晨检查清单。你被引导相信早上5点起床，洗冷水澡和写日记是保证生活没有问题且充满成就的魔法仪式。这种琐碎化将深刻的精神实践转变为仅仅的行为迷信。你认为，如果你遵循仪式，宇宙就欠你美好的一天，创造了一种现实很少满足的奖励期望。这里的冲突是那些做了所有正确的事，却仍然面临混乱、疾病和死亡的人的持续挫败感。你觉得哲学辜负了你，因为尽管你洗了冷水澡，你还是失去了工作，或者你的关系结束了。你正在使用斯多葛主义试图优化生活，而实际上它是被设计来让你为死亡和不可避免的痛苦做准备的。没有这种深度的维度，你的实践只是一个空壳，一个生活捷径，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运作良好，但在第一场真正的风暴中就会瓦解。想象一个士兵，他花所有的时间擦亮靴子并熨烫制服，以便在阅兵式上看起来完美无瑕，但从未学会如何在敌人的炮火下射击或挖掘战壕。这就是生产力斯多葛主义者。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是浑身泥泞的士兵，也许没有最漂亮的制服，但他在脑海中安装了一个死亡操作系统，准备好随时面对最坏的情况，而不是镇定。记住，你终将一死的实践不是一个可爱的提醒，去享受这一天，然后去海滩。它是对你的有限性和宇宙微不足道性的本能冥想，旨在从根源上摧毁拖延和虚荣。是看着你的孩子，并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拥抱，不是为了变得沮丧，而是为了彻底地活在当下。
知道未来并没有向任何人承诺，是明白真正的生产力不是在更少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在时钟停止之前消除所有多余的东西，以只专注于本质。这种视角的转变卸下了表现的重量，并将焦点放在存在和目的上。你停止试图管理时间，开始管理注意力，这是你真正拥有的唯一货币，并且每秒钟都在被无用的干扰偷走。真正的斯多葛主义并不教你像机器一样工作，而是像一个知道自己的时间稀缺且宝贵的凡人一样生活。接受任务清单永远不会结束，但你的生命会结束这一事实。使用哲学来辨别什么值得你有限的生命，什么应该被无情的抛弃，成为一个强健的本质主义者，一个不被工作时间数量所打动，而是被投入每个行动的意图质量所打动的人。把每一天不当作梯子上的又一步，而当作一个微型的完整生命来过。第4个扭曲，也许是最令人恼火的，将命运之爱的概念转变为廉价的积极思维或仅限良好氛围的哲学版本。他们告诉你爱发生的一切，而你在面对悲剧时试图强颜欢笑，假装一切都好，而你的世界正在崩溃。这种有毒的积极性是对现实的否认，一种试图将灰烬的场景粉饰成粉红色的妄想尝试，这只会产生痛苦的认知失调和一种内在的虚假感。冲突的产生是因为你的身体和思想知道失去工作或面对疾病在传统意义上并不好，试图说服自己相反的情况会产生内部排斥。你感觉自己像个伪君子，试图看到可怕事物的好的一面，而斯多葛式的回答不是关于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关于实用主义的效用和激进的接受。尼采受斯多葛学派启发，创造了这个术语。他说的不是被动的顺从或傻笑，而是一种拥抱存在整体性的精神伟大，包括痛苦。想象命运是一场巨大且贪婪的篝火，正如马可·奥勒留所描述的那样，你扔进其中的一切，干木头、旧家具、垃圾，甚至黄金，都被消耗并转化为火焰和热量。积极思维会试图忽视你把垃圾扔进了火里。命运之爱明白火不在乎扔进它里面的是什么，它利用一切作为燃料来长得更高更亮。障碍不仅仅是被容忍，它是你美德的食物本身。激进的接受意味着看着最坏的情况，破产、离婚、公开羞辱，并说这发生了，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现在我如何利用它来锻造一个坚不可摧的性格？这是将逆境的铅转化为智慧的金的精神炼金术。不是因为你喜欢发生的事情，你不是受虐狂，而是因为你拒绝成为环境的受害者。这是理解唯一真正属于你的是你的反应，而在于此存在着一种可怕而宏伟的自由。当你实践真正的命运之爱时，你停止与现实争斗，那是一场你总是会输的斗争，并开始与它共舞。你停止浪费精力，希望事情有所不同，并将所有那些精力引导去驾驭真实的情况。这不是关于喜欢痛苦，是关于不浪费痛苦，从中提取它必须提供的每一滴学习和力量。从现在起，当混乱敲响你的门时，不要试图在脸上挂上虚假的微笑，相反，采取战士的姿态。他在新敌人中看到的不是不幸，而是一个测试剑术的机会。对自己说，这正是我训练这种特定美德所需要的。将为什么是我转化为这有什么用，并看着受害者心态在有目的的行动面前蒸发。最后，我们来到了第5个扭曲，神话，即斯多葛主义者通过他强大的思想控制一切，或者相反，控制的二分法仅仅是完全被动的邀请。许多初学者变得瘫痪，使用这在我的控制之外这句话作为一个懒惰的借口，不去努力，不去计划，并放弃他们的责任。他们将对结果的接受与放弃行动混淆，以哲学化为借口，成为自己生活的冷漠旁观者。这里的内部冲突是野心与焦虑之间的张力。你想达到目标，想成长，但害怕失败，所以你使用斯多葛主义作为避难所，不去完全承诺。或者更糟糕的是，你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的东西，他人的意见、市场、天气、
并且当宇宙不服从你的命令时，反复感到沮丧，因为无法使现实屈服于你的意志，而感觉自己是一个斯多葛式的失败者。让我们使用经典的弓箭手隐喻来一劳永逸地化解这种困惑。弓箭手对他的姿势、弓的选择、弦的张力、呼吸和射击的确切时刻拥有完全的控制，但是在箭离开他手指的那一秒，它不再属于他。一阵风、目标的移动或一个难以察觉的失误可能会使射击偏离。强迫性控制者将他的价值与击中目标、外部结果联系起来，因此生活在焦虑中。真正的斯多葛主义者，意图二分法的实践者，只将他的成功和价值与射击的质量、内部过程联系起来。如果他以完美的技术和纯粹的意图射击，他就已经赢了。无论箭是击中中心还是消失在草丛中，击中是可取的，是的，但对于他的幸福或繁荣来说不是必须的。这释放了以前浪费在担忧上的大量精神能量，允许你残酷地专注于唯一重要的事情，你在当下的表现和正直。这种从外部目标到内部目标的转变使你不可战胜，因为你的成功开始100%取决于你。没有人能阻止你现在变得诚实、勇敢或自律。世界可以拿走你的房子、你的名声和你的钱，但不能拿走你选择道德回应的能力。你变得反脆弱，因为没有外部结果可以击败你的内部意图。内化这一点，你无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控制的是你如何打出你被分到的牌。停止试图成为宇宙的主宰，变成自己的主宰。强迫性的专注于你的输入、你的准备、你的努力，并以一种庄严的冷漠将输出留给命运。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战略性的交付中存在着真正的人类力量。现在我们已经拆除了削弱你基础的谎言，你正站在你过去所相信的废墟面前，地面已经清理干净、平整，并准备好进行真正的建设。但请记住，知道真理并不等于活出真理。理解与行动之间的深渊是大多数人跌倒并不再站起来的地方。剩下的问题不是哲学是否有效，而是你是否有必要的勇气让它通过你而有效。到了这次外科手术的尾声，但要明白，这仅仅是你反对平庸的真正内部战争的前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完成的是对蒙蔽你视线的白内障的残酷移除，让你终于能看到斯多葛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审美的空洞的互联网趋势，而是作为它一直注定要成为的尚武且严谨的纪律。外面的世界伴随着它无情的营销，将继续试图向你兜售西式和甜蜜的版本。那个承诺宁静而无需牺牲的麦当劳是斯多葛主义，但现在你拥有真理的解读剂，真正的和平以你旧的脆弱自我的不可协商的价格为代价。如果这个视频充当了我一开始承诺的锋利的手术刀，切断了让你停滞不前的舒适幻想，那么这个频道从今天起就是你的总部。现在订阅并开启通知，不是为了被动消费，而是为了确保你在进化前线的位置。然而，请记住，没有相应行动的智力理解仅仅是一种复杂且危险的虚伪形式。在风中松散的话语不建造堡垒，是公开和蓄意的承诺在人类心灵中巩固了身份的转变。你听到了理论，你感觉到了真理的分量，但现在你必须在这个寻求同样稳健的个人社区面前宣布你不可动摇的意图。我号召你现在就去评论区写下这句话，它将作为你应对不可避免会到来的风暴的精神锚点。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在打出这些字时，明白你不仅是在与一个视频互动，你是在与未来的自己签订一份庄严且有约束力的合同。拒绝受害者心态的诱人轻松，拥抱成长的光荣困难，让这条评论成为你新生活的零点。统计数据是残酷且具有揭示性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放弃了这个视频，追逐下一个快速且空洞的数字多巴胺剂量。你现在正在听我的声音，这一简单而有力的事实将你置于一个罕见的少数派中，一个对统治性的平庸变得危险的沉默精英。这证明，毫无疑问，你拥有实现真正的个人精通所需的坚韧、耐心和对深度的渴望。为了让我能识别谁是将与我们一起踏上这一旅程的沉默战士，请留下第2条评论。自豪地声明，我坚持到了最后。
如果你认识某人迷失在表面斯多葛主义的迷宫中，分享这个作为一种义务行为。世界向你兜售舒适，并称之为生活。我递给了你真理。手术结束了，现在你的主动恢复开始了。